最近2天啊，黄金是出现了暴跌式的下跌啊，从4381一口气跌到了4002啊，4002。短期如此巨大的暴跌洗盘是在历史当中前所未见的，这也是第一次，幅度这么大啊，速度这么快。第一个消息面的主要因素啊，第二个因素就是说，近期从这个8月19号3300左右涨到4380，整体涨幅已经涨了1000美金，每盎司涨了1000美金。短期之内的涨幅如此巨大，也积累了非常多的黄金多头获利盘，所以在消息面的加持啊，以及获利盘的加持下，那么在4380附近这个历史高位出现暴跌式的洗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并不是说这次暴跌洗盘它就能扭转整个黄金中长期的上涨趋势，因为在金融市场当中我们会发现，在一波完整的上涨趋势当中，中途的调整它的速率都是非常快啊，也就是说上涨趋势中途洗盘啊多暴跌。所以当前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大幅的洗盘是回撤啊，给大家上车的一个机会？这里我觉得可能性非常非常大。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结构上继续去跟踪黄金整体的一个走势。之前我们说过啊，前期这一阶段的走势它是属于这第8波的调整浪，因为从日线上来看啊，整体走势从这个相对的低位1811开始，它是在运行一个9波的延长浪，1、2、3、4，目前就是处于这个第9波延长浪当中。等这个第9波延长浪走完，那基本上这个日线级别的主升3浪也就结束了。前期这是上涨的第1浪以及回撤的第2浪，所以说从这张图表上来看，黄金中长期的上涨趋势还没有结束，只是可能会遇到局部走势的调整啊，局部走势的调整。黄金的中长期上涨趋势远远没有结束。主升3浪结束之后啊，可能会经历一次漫长的调整，4浪。等这个4浪调整结束之后啊，还会再出现这样对应周期的最后一个第5浪的上涨，4浪以及第5浪。那通过黄金整体走势的大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后期或者说明年国际市场依然不会太平，依然会有避险的消息面来刺激黄金继续更高的位置去挺进。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将要遭遇的可能会遭遇到，等这波走势走完，会遭遇到跟这个大2浪同级别的调整，可能会运行104个交易日啊，104个交易日，也就是将近半年时间。所以明年的主调大概率是先调整再上涨，前半年都在调整，后半年才有一波最后这个第5大浪的最终上涨，整体的时间跨度会拉得比较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当前处于这个3浪第9波的走势有没有走完，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可以看到这个3浪第9波内部走势结构啊，它有可能也会延展出一个5浪推动的形态，1、2、3、4、5，缺最后一个高点。如果按照这种预期去发展，可以看到最近几天的调整它其实已经回落基本上到位了啊，基本上到位了。因为下方面临着4000的整数关口以及黄金分割 0.382 的位置3974，那这个区域就是一个支撑区域，回撤的幅度也基本上达标了。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从今天早上的低点开始向上再次展开这个蓝色段的第5浪上涨呢？可能性非常大。其实从这一阶段整体的走势来看啊，中途我们也是多次提示到黄金这波走势的一个大涨，同时我们也发现国际黄金的大涨也带动了国内 A 股相关的黄金股出现了补涨的走势。那其实在9月份9月1号咱们的粉丝就预约搞过黄金，当时我们给出的是继续看涨，截止到前2天的高点，按照9月1号的价格来算的话，整体黄金的涨幅涨了 26%。 然后到了9月19号粉丝再次约搞黄金，我们依然给出看涨的思路。那从当时那个时间点来算的话，最高点也涨了 19%。 所以说可以看到最近黄金的整体走势啊，它的涨幅甚至于超过了国内很多股票的涨幅。同时我们要考虑到国际黄金的炒作，他们可能还是有带杠杆的，那它的回报率可能会更高。好，我们再说回来，目前来看回撤的幅度上基本上达标了。今天
这个探底回升啊，暴力拉升，有可能是形成了短期的转折点。所以对于整体走势来看，我个人认为目前上涨趋势还无忧，还是问题不大啊，应该还缺少最后一个新高的出现，所以对于后期整体走势，我依然保持相对乐观的一个态势，不能说是绝对乐观，因为整体走势它毕竟运行到三浪第9波延长浪了，对吧？我们无非是从日线上来看，向上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不能对上方的空间无限盲目自信。那在接下来说，那国内的黄金价格，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是见到了1002，然后在今天早上开盘之后，最低跌到了933，也就是说在短短的2天时间里面，这一波的洗盘动作呀将近70块钱人民币，一克70块钱人民币跌没有了。但是我们一样要考虑，根据国际黄金的走势来看，国内黄金的价格应该向上，还会出现新的高点，无非是看是否是根据这个国际黄金的金价短期它也回撤到位了。我们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下，那么我们通过黄金分割可以看到，它目前是处在 0.236 或者说是 0.3 到 0.382 这个中值的位置，那基本上也是回落到位了。基本上下方的支撑目前来看就是位于930和912两个位置，但是在930附近停住的可能性偏大一些。后期来看，国内黄金的金价应该还会再次刷新1002元人民币这个高点，向上应该还会有一个新高出现。所以对于短期走势来说，这一次的调整幅度如此之大，它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在目前的位置，看涨的筹码、看多的筹码已经出现了松动，但是目前还不足以改变趋势的方向。后期可能随着继续向上创出新高这个过程，多头的获利盘不断的派发，不断的了结，可能在某一个临界点将会达到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我们再翻回来看一下国际金价的这个走势。那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更小周期，我们去看一下短期的支撑位于哪里。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小时图，而图我们整体要画一下今天早间从相对低位向上的这波黄金分割。从目前走势来看短期下方的支撑是位于4083到4067这个区域。再来我们再看一下日内短线的它的压力位于哪里。整体向上的关键压力4192、4237以及最后一个4291都可能成为短线的反弹上涨的压力，这3个位置。所以今天整体来看，目前的这个走势跌到目前4002这个位置，美元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到位了。所以当下这个位置不要再去盲目的看空，反而可以考虑在回落一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考虑抄一个短线的底，尝试看一下整体上涨的这种预期。毕竟最近的整体波动是非常大的，对吧？那么日内100美金、200美金的这种涨跌幅我们都是见到了。那对应国内来说的话，100美金大概是20到24块钱人民币这样一个波动空间就算刨掉手续费的话，那基本上还是有的赚。所以当下对于目前这个点位，我个人觉得不要再无限制的去杀跌，恐慌杀跌了，反而要反向去考虑，这样的位置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了新的短线看涨机会。那当然后期如果再次创出新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波浪尺来测算一下上方整体的压力目标位于哪里。这是我们测算的蓝色段的3浪、子浪3和子浪5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然后我们再测一下更大周期的第7波走势，第7波延长浪和第9波延长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那可以看到后期一旦向上创出新高，整体的压力首先面临的位置是位于4537到4541，再向上的话，那分别就要看到4663或者说是4757。当然由于处于最后一波走势，所以目标位我们只能一步步去看，不能说直接跨越4537、4541去看4663或4757，因为随着继续往上运行，我刚才说过了，这次暴跌的出现
从心理的暗示来说的话，看多的筹码已经出现松动了。那继续再往上再涨的话，在这个中途多头的筹码，其他筹码它是会不断的了结或派发的直至上涨的动能出现急速的衰竭，然后形成转势。所以当下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最近的这个位置，只要这个位置能靠近，那么也算是达成预期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抽时间对于这个黄金整体走势结构的一个分析。目前处于现在这个位置，从中长线的角度来说，是处于一个派发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继续进场去搏上方建空间的一个过程。因为延长浪运行到3浪的第9波延长，并处于最后的末端，子浪里面那就是1、2、3、4、5走势预期，上方的空间也是来看目前是有限了。所以如果是短线交易的话，比如你做的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的 TD 或是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期货金，那么可以按照刚才的思路适当清仓参与一下，来搏一搏最后这一波整体的走势。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黄金整体大结构的走势分析，以及当下短线存在的支撑位于哪里，上方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以及大结构最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变过程。那么后期如果有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再次跟踪和更新。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